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好，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小五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金华城案再进入另外一个新纪元。OK， 那大家都在关心的是北检最近为什么频频的提讯，包括柯文哲啦、沈庆金啦、彭振声啦这些人。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那迅雷不及掩耳，再发动多路的搜索，同时带回了包括朱雅虎啦、包括李文忠啦这些人。李文忠、朱雅虎两个人收押禁见，其他呢有一些相关人等呢，包括交保了这些，大家都在讲，那朱雅虎跟李文忠被收押禁见，到底是代表这个案子进入了什么样一个环节呢？到底金流是不是有查到？那媒体上的报道最让大家侧目的一点是，朱雅虎是不是承认有犯行呢？是不是有行贿的这一段？而这会是整个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破口吗？人员如果真的来看的话，包括朱雅虎、李文忠。那这两个大家都知道，李文忠的角色、朱雅虎的角色，当这两个收押禁见，尤其媒体上特别提到朱雅虎坦诚犯行的时候，这代表这整个案子进入什么状况？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要拆开来看哦。第一个就是说，金华城案到目前为止，朱雅虎应该是台面上面有被报道说唯一一个是认罪的人哦。那当然，我觉得朱雅虎的过往啊，因为他曾经是这个将军退役下来，然后退下来之后呢，到这个所谓的兵役局担任局长。理论上面来说，他应该对于整个的公务体系哦，包含到就是说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他应该非常清楚。但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资历，让他反而更知道，如果我真的要做，用什么方式来避免？我觉得这是外界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好奇哦。但我觉得就朱雅虎的这个人生经历的过往啊，我觉得他如果在军中可能会是一个在还没出事之前啊，应该是一个极度励志的故事啊。因为这个将军退下来之后，可以当到局长，然后后面还可以到民间的集团里面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应该是蛮显赫的啊。但只是因为他在这一次里面，他是坦诚行贿的部分哦。那所以第一个，外界当然曾经有谈论过，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人会变成所谓的污点证人？以朱雅虎的状况来讲哦，因为他坦诚犯行，那这个其实在羁押庭的这个法官里面的其实明白的写说他坦诚犯行啊。但坦诚犯行完了之后，通常是要嘛你就是反正他都承认了嘛。那检察官当时在问的时候，绝对不会康俊你有没有行贿？有，我有行贿，好吧，那就行贿就这样。不会吧？他一定会问说，那你行贿谁？你怎么给的？你要有证明，不然你们胡说八道，怎么康俊要就抓出来？你就是要扛下来的人。对啊，谁知道？所以检方在那个部分一定会去勾稽出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通常来讲啊，外界会认为说，那如果他全部都坦诚了，也都交代清楚了，那就交保啦。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坦诚的嘛，结果却被羁押禁见。羁押禁见几个理由啦，第一个是说，因为他的家人啊，什么都在海外嘛，他非常有可能说因为这样而潜逃啊。第二个是说，因为这个案子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必须再去勾串回来，那有担心说是不是有串供之余啊？那我讲有没有第三个可能是，其实他已经和盘多出了，也都知道了，但因为这个案子牵连甚广啊，那检方会不会想要保护他？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把他放出来，他都坦诚，我才不相信检方说好吧，那我们就先把你羁押，我们后面再来一个问问说你到底去哪？你看问的那个时间那么长，怎么可能不去说在那个时间就先把那个而且也不会他说了算，检方在当场一定会去查。就说你今天告诉我说，我今天把这个钱，对不起，借我举例一下，康俊今天这个把钱交给将军啊，交给于将军，那检方一定会立刻说，那去查清楚有或没有，这个东西一定第一时间就会勾勒出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对于朱雅虎本身来讲现在羁押禁见了，好，但另外有一个角色叫做李文忠啊。因为他叫做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罪，还有刑法的背信罪了那以李文忠来讲在当下的状态，就是说金华城他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放宽，2020那个阶段，他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北市府了吧？他已经不在了但问题就在于是，那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收贿罪，他违背的职务是哪个职务？如果他今天在那个当下，他其实是就放宽的那个当下，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官员，那他的收贿的时间点，是不是其实还在他在市府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个案子就在了？所以这些钱到底是属于钱金的部分，还是属于
后卸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哦，就是第一个，它应该有个对价关系。那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直接会连接说朱雅虎坦承行贿。那李文忠在这个阶段他否认，那是不是因为他的行贿的对象就是这一个？那因为看到媒体有报道啦，哈，说他把这个大多数的金额其实转到了李文忠，那是不是从李文忠这边转到了柯文哲谁的账户啊？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也必须讲啊，就是说你还记得当时大家提到说，为什么由木可公司转账去给了这个柯文哲的账户400多万？那时候是柯文哲第一时间很快就出来讲。他说李文忠在他不知道的状态之下就把那笔钱转过去了啊。那时候的讲法是说，那是一个叫做授权金，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授权金啊。那个的授权金到底是真正的那个什么柯文哲的肖像权转给木可，然后木可去给他的呢？还是诚如现在所讲的，到底你木可的账，包含你民众党的账，包含你众望基金会的账？今天最新的是新故乡，一样被约谈，而且新故乡被约谈的居然是学者，就是说他还不是说这个基金会里面一个负责的人啊，而且现在是看起来是有移送北检复讯的了啊，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上面来讲哦，金流我觉得对检方来讲有没有图利有没有行贿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检方大概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多的这个证据，但是能不能把它勾勒出来，就是说它的对价啊，所以朱亚虎有没有可能反而变成这个案子，因为他目前为止是唯一承认的，那如果今天朱亚虎不可能自掏腰包把钱拿出来说，不好意思哦，我这钱太多，没事，将军这边借我放一下，谁这边就给我放一下，然后你去花没关系。那如果他有一个人交代给他，比如说沈庆金，而他把这笔钱再转到任何一个人的账户，而这笔钱如果再出去，我觉得第一个，当朱亚虎承认他有行贿，对后面的整个的金钱流向，我认为会更明确。那现在唯一只有一个问题是，会不会烧到柯文哲？因为李文忠在那个事件的当下，我还是这样强调哦，他并没有任何在市府里面的职务，他也不是什么柯文哲办公室的总。我现在讲2020年的那个前后，但检方今天用这种所谓的这个，确实他就是违背职务啊，这个收贿啊，收行贿罪来声押获准的时候，那我觉得当然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质疑，难道金钱的流向会像民众党所说的说，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好，那当然这也是检方要突破的一点。当然你看到，包括黄昌总召就一直在讲说，检方你不要再荒腔走板了，好不好？你们办案办成这样，你也看到有一些名嘴就直接出来讲说，那当收押朱雅虎跟李文忠，是不是表示就找不到金流嘛？你就扯不到柯文哲嘛？所以你就是要用这样一些方式。好，那金流跟图利，一个是收贿行贿，另外一个是图利，这2块，好不好？贪污治罪条例项下都有这些。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没有判决确定以前，你要用无罪推定的角度看待所有的，包括被羁押一些的当事人。那这整个案子，当朱雅虎、李文忠被收押进监的时候，包括检方在这一次的讯问的过程当中，连柯文哲的随扈、司机什么全部都问。那问了以后，包括要对当初的1500到底是什么，要问所有这些东西。这是今天民众党的副秘书长徐溥他在广播里面有讲说，因为李文忠否认，朱雅虎承认，李文忠否认 ，OK， 然后他就讲说，李文忠不是民众党大账房，好吧，大家不要把什么都扯到民众党身上，他不是民众党的大账房。然后朱雅虎关系，他说被简单的连看，为什么呢？他说，法院裁定羁押的状况是，检方列出理由是朱雅虎坦承了部分他们指涉的事实，但这就被简单解读成他坦承行贿，然后他的行贿对象是谁呢？羁押的另外一个叫做李文忠，所以呢，他的对象就是李文忠。他说这根本是连看，不了解案情的人都不敢这样说。OK， 好，那如果这连看的话，我们就讲在节目里面，我要把所有的真实的状况让各位还原。各位记得吗？柯文哲那个时候包括2次声押庭，在其中一次出来的时候，因为裁定书那里面有写他承认部分事实，有人就说你看他是有承认，没有啦，他承认确实柯文哲那里面他承认部分事实，他承认什么？譬如那几份公文有没有是你签的？有啊，那真的是我签的啊。然后你有没有参加什么什么？有啊，我有参加便当会，有没有参加？我有参加，我是承认部分事。柯文哲那时候裁定书是这样写的，但你知道朱雅虎裁定书是怎么写的吗？我念一次给你看，你看看跟刚徐福讲的那段
跟裁定书本来讲柯文哲那段一不一样？裁定书指出，被告朱雅虎经讯问后坦诚申请书，各位知道申请书就是检方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的申请书，坦诚申请书所指的犯行，指涉的犯行。各位，什么叫犯行？我为什么在做中文解读呢？因为我怕不这样子大家搞不清楚。犯行两个字够清楚了吧？对。朱雅虎坦诚申请书所指的犯行，犯行叫犯罪行为，简称犯行，这样应该清楚吧？OK， 好。然后呢，依侦查卷内所有的资料，认为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11条第4项第1项，11条第4项跟第1项就是包括对公务人员行贿，不管是违背职务或不违背职务这2项。裁定书是这样写的哦，裁定书没有很简单的连看说朱雅虎是承认部分事实就说成那样，没有。裁定书直接写，我再念一次，坦诚申请书所指的犯行，慧珍够清楚了吧？是哦，好是，那我就放心了，好不好？OK， 朱雅虎是因为这样，至于为什么这样子还是被收押，我相信朱雅虎会觉得说，那我承认是不是就可以免于牢狱之灾，免于羁押或什么？朱雅虎是因为这样，至于为什么这样子还是被收押，我相信朱雅虎会觉得说，那我承认是不是就可以免于牢狱之灾，免于羁押或什么？但是有很多种的一些状况，包括刚刚任俊讲的，你不排除有没有为了保护你，你不能排除单纯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承认的人多了，我大概就不需要保护你了，因为反正承认人如果多，可是如果只有你一个，那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搞不好是在这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都有，好不好？那包括讲，因为人在国外，还有没有串供之前，这些都可能。可是大家就把整个时序开始看，除了朱雅虎，这是不是一个破口？但李文忠是否认的。但慧珍，大家现在开始爬出所有的嘛，包括我刚刚讲第一个，靳总对政治现金的部分，穆可的部分，对众望你在场最好，众望这一部分，所有的跟柯文哲有关系的钱的各个平台，全部都拿起来看。现在大家包括连捐款。都拿出来看，为什么？是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其实检方可以把这中间一个一个串起来。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朱雅虎他这个人的名字第一次被人家意识到跟看到在哪里？是在应小薇的裁定书上。就说他跟应小薇好像有相关的一个联系，然后什么什么，但当时他的身份还是证人哦。然后后来好像转成被告，但你要知道这一次是第3次他才被。他一开始出来跟你讲，我就是没有行贿什么对他第2次的时候他还特别讲。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件事情，第1次的时候呢，被人家发现，他是跟应小薇。那我还记得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说不对啊，他就算他是鼎越的董事长，他当时跟应小薇有联系，那怎么还会？到了2024年的这时候，他已经不是鼎越董事长，他还跟应小薇有一些相关的往来。当时我就觉得他的所涉及的身份，他所涉及的程度应该不只是这样。所以你现在整个爬出来，朱雅虎从头到尾都有他的角色。现在为什么他第2次明明还说我没有行贿，第3次这一次竟然直接坦诚犯行哦，特别讲犯行哦，就是确定自己有罪哦。为什么？中间我在大胆假设只有一个状况，是大家最近比较知道在讨论王思金。还记得吗？王思金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当时朱雅虎是什么？他是沈庆金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他当时在检方在调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对，这个人有来跟我们要挟，要30万。这个人说，如果我们不给他这30万的话，他就要去跟澳门集团，然后去把所有这个那个沈庆金的事情都要讲出来。”这个事情被大家讨论一阵子之后，下一次也就第3次约谈，朱雅虎认罪了。所以代表王思基的这一条经脉，不管是从台湾流出去，从外面流进来的这一个，他自己坦诚，因为他当时上一次的时候他是作证，他是证人身份讲这件事情，结果这个东西他已经是变成是检方的一个记录上都有了，所以这个东西他知情他知悉，现在这是前传的部分，在那个时候有这一个角色，后来在这一次朱雅虎，人家发现从应小薇的便当会开始，你看
应小薇便当会是3月10号，再来3月17号，北市府就已经收到了陈情书。我跟你讲哦，这个北市府收到金华城陈情书，对不对？这个中间有一个3月12号，根据现在那个检方声押应小薇的一个资料里面，3月10号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什么朱雅虎跟应小薇说，哎呀，你已经跟市长那边，市长说你有去找过他了，然后还说啊，主席说这一次要靠你大力相助了，所以就代表着他这时候时间点，已经有朱雅虎的身份，当然他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就是鼎越董事长。然后3月17号，北市收到的个金华城的陈情书，3月20号，柯文哲交办了都发局的这一个相关陈情书下去，3月23号。就都发局起草金华城的陈情案回函哦，那你发现为什么3月23号起草，到3月26号才开始由那个黄锦茂来而且是5点05分核定？为什么？因为你会交叉比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时间点，在3月24、25、26，在这个我们四叉猫现在把它给踢爆出来。这一次约谈的金华城的几个证人跟被告里面，竟然有7名在这个时间点一样，每一个人汇款30万，然后捐到了民众党。所以现在整件事情串出来之后，就发现你有一个相关的前金，你有这个前金，你有一个契约，从你3月10号应小薇跟约吃饭，然后在这个后来这个微金集团7名汇款这个给那个民众党。这是不是就有形成一个？是不是？可是慧珍，对这一段他就会跟你讲说，没有啊，这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第二个，这7个你说是微金的员工或什么，他就是爱民众党啊，他就是喜欢民众党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想要拿30万去捐给民众党啊，你也不能说他跟那个直接。跟包括柯文哲或是跟那个威金他们之间有任何契约的问题啊，他可以这样跟你讲啊。这边还有一个时间点，什么时间点呢？就是陈佩琪密集的 ATM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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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也在这个时间点，而且哒哒哒哒157万。所以这个就会形成，当然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进入到民众党的跟陈佩跟这有什么关系？可是说一句实在话，你这个集团本身，然后你们在进行这个动作，然后你集团下面有7个人在同时。这个时间点捐款同样的金额，而且30万，我相信他们这个没有一个人薪水超过30万。谁会把你搞不好薪水只有7、8万，然后你爱民众党爱到，而且是7个人跟那个叫什么中邪一样，突然之间接获到什么样的指示，在同时间，然后同金额，然后同样捐赠给同样的对象，这不合理吧？这个再怎么样，当然你要说有没有一刀毙命，那当然有，那真的朱雅虎朱雅虎他坦诚啦不然他当然不一定是这一笔，可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从这个时间点，你朱雅虎要扮演的角色有啊，你跟那个应小薇的相关的个通联，现在被检方所收到的，就是有啊，这还是只是其中一个朱雅虎所扮演的角色，到后来还记不记得那个陈佩琪拿着4300万去买商办？那个商办跟谁有关系？朱雅虎，说那一家公司先进公司里面的一个股东李天铎，后来是朱雅虎的好朋友，也跟朱雅虎有关系啊。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好几个这个穿针引线的角色。说一句实在话，我认为这个会让朱雅虎在这个时间点愿意承认说我有行贿，一定是有掌握到什么样的东西，让他承认这个犯行。那这个东西其实跟金流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是4300万元，还记不记得是微金集团透过几个子公司捐款到应小薇的5个协会，而这5个协会也是4300万，这个相关捐钱过去，是不是也跟朱雅虎有关系？所以我会觉得朱雅虎从前面、中间、后面，你会发现一连串都有他扮演的角色，而他如今在这个金流的部分出现个破口，他说我有给钱，如果他说我有给谁钱，在什么样的时间点给了谁，我都讲出来，你就算你不承认，你逃得了吗？再来，这个是刚刚讲到前金的部分。当然会讲到后这个当然就是有讲到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时间点的关系。那你刚刚你看这时间点，24、25，就是刚刚提到什么陈秀桃啦、洪秀凤啦，然后还有张志成，这几个人是谁？这几个人目前为止也是被列为是微金集团这一波调查的
对象里面，而且一样也被列被告的。所以这几个人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汇款行为，而他们这个汇款集体式的汇款行为，被检方认为微金集团透过这几名人头，由所谓的由整化为零，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行贿的动作。所以现在是为什么这几个人也被列为被告？我觉得这是有相关性。最重要一件事情，童中白，他其实当时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播，甚至是第一代政论节目主持人，他们有主持一个好像什么相对论的节目，对，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没有想当我们新闻界的前辈的人物，竟然也是沈春池的一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好像说执行长、秘书长，反正但。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现在也被列为被告，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几个人相继都被列为被告，而他们这几个人可能也都跟这个金流有相关联。那提到这个基金会跟协会，也会扯到所谓的刚刚提到的李文忠嘛，李文忠他现在，李文忠就否认啊，这个就是有人承认，然后犯行，对，然后但是相对应的所有的人都跟你讲说没有。对，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脑子秀逗还是怎么样，他怎么会说有给钱？没有，其他人都否认，最起码李文忠否认嘛。是，对啊。但是李文忠否认里面，他有一个是什么背信罪？那背信罪很有趣哦。为什么会用背信罪呢？对不对？因为背信罪你必须，比如公司行号啊。财团法人基金会好像也是可以用背信罪，那背信罪意思就是什么？这一笔钱本来是属于公司的，本来是属于财团法人基金会的，你把它挪为私用，你把它挪去不该用的地方，所以产生了背信罪。那现在呢？因为木可公司的董事长事实上是李文娟，是他妹妹，那他本人有没有在木可公司有没有这个担任什么职务不知道，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众望基金会他是董事长。那之前我有讲到嘛，众望基金会的成立时间点。是在2022年的11月2号，前一天2022年11月1号，在那个柯文哲的 USB 里面有一个1500，而隔一天众望基金会1000万资本额就进去，谁给他的不知道。那可以再确认一件事情是2022、2023连续2年时间2023跟2024连续2年时间，众望已经进来2700万，谁给的2700万不知道，2700万花到只剩几十万，然后有2600万不见了。花去哪里？只有一张发票，也不知道。所以刚刚我讲的，他这里有没有形成所谓背信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刚刚我讲的，他这里有没有形成所谓背信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只要有任何一笔金额流到了柯文哲的口袋，这一个有没有串成所谓的行贿社会？我觉得其实整条金流链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检方在查的所有这些的金流，现在可能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不只是限于金华城，或是刚刚讲跟金华城有关系的一些人，包括所有从木可、进总，所有这些大概是全面性的看金流有没有在流动的一些的状况。那当然一定会去这样查，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金华城应该是本来就是台北市议员就一直在追啊，已经追了好一阵子了。那只是这一波的所谓的进总的政治现金，是从前一阵子开始突然出现那个进总跟木可之间那个明明授权金，怎么会是这边给这边呢？大家都搞不懂，为什么会是为什么会怎么可能会是进总要去给木可？不是应该木可给进总吗？好，从那时候开始，一路大家往下开始查到后来，后来木可给了柯文哲是450万，说授权金。那这一路上的勾稽，那到底会形成什么样一些的状况？那这过程当中，可是还是要讲，你有没有一刀毙命的东西嘛？有没有直接看柯文哲是怎么样嘛？那是不是这个才是相关的一些的重点？而现在看起来，我说金华城案，因为很早以前台北市议员就在追了，索亚跟博弈两位台北市议员在这，所以这几天我有看到你有在讲说，包括2017年开始，你在爬出所有的相关资料里面，觉得柯文哲从那个时候开始，2017那很早你自己爬出，你觉得是从那时候开始，那对微金集团来讲，柯文哲对他们，你觉得就会比较好？为什么？其实我后来大家都在查，就包括我们调查小组都在查这560到这个840的过程。可是呢，其实后来是有民众啊，就我当地的居民来跟我反映，其实受害的是我们。我说你为什么受害？他说当时其实金华城是要跟他们一起共同开发的，可是呢，柯文哲上任以后把他们切掉了。
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哈，我后来去调了那个公文资料，才发现哦，其实当时去没有错，当时392到560那个时候从工业用地变商业用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附带的决议，也就是都审会有真的认真去审查这个事情，然后要求就是说旁边金华城的西北侧的那个矮房子的居民那个部分哦，也是私人土地，所以呢应该要一并大街廓完整的开发，你才可以拿到560。可是后来他并没有大街廓完整开发，所以呢那个时候前市长郝龙斌就不同意让他拿到560，就一直给他392。可是呢等到柯文哲一上任的时候。那就有一个监察院的刘德勋哦，一直来跟台北市政府提纠正案，说你台北市政府你不对呀，你虽然他有跟郝龙斌提纠正，但郝龙斌不理他。到了柯文哲上任的时候，监察院又来了纠正，说你应该给他560啊。那后来呢？这个公文里面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柯文哲自己亲签的。这个公文上面写了，为监察院审核本府的意见及相关佐证资料后，仍认为金华城公司是。来，我想小武哥你是读法律的，这个是哦，就像我们准用多根条例的意思，你不是适用是准用。它这个所谓是，就是好像你已经整体开发完成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开发完成啊，所以他还是不理那个西北侧的居民啊。但是他用就是似乎的似啦哈，以完成整体开发，且依照现行都市规定的方式哈，强度为2个区来分开。好，就是等于是我本来应该是整体接廓，那他认为说应该把它分成2个区来开发，农基地要给他560%，所以这是监察院的公文哦。那监察院他就用监察院公文说，他已经开发啦，并不是没有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2个吧。那拆成2个以后，这个就是柯文哲最后的盖的这个章就同意的，所以拿这个监察院的公文来当遮羞布来做处理啦。在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会再去调392到560这个过程？那事实上呢，后来呢，他们还是要求，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你还是要进入都审会去审议。那这个都审会审议的时候，当时是林清龙当副市长，所以都审会审议的时候说好，你要这个560可以，但是12万楼地板。准予的那个面积的部分，我必须把你取消掉。所以呢，在那个林清龙的时候，愿意同意让你可以拿到560，可是呢，他还是要求12万楼地板面积不能给你。然后呢，这个公文就是林清龙盖出来的，有待觉醒。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文的签哦，这个是林清龙在隔年的107年的1月15号签的这个文。然后呢，你看这个公文书上面这个地方。你看，他本来是1月2号给林清龙看的这个公文，那林清龙是15号才签准，签准以后公文就改成18号发文。可是你们再看一个很关键的，自民国107年1月19号凌晨就生效了，这会不会太夸张一点？你等于是一个空白条款，你知道吗？他1月19号这个19号是用手写的。也就是说，你赶快，你林清龙赶快看啦，你看完以后我就要签了啦，签完我就要公告了啦，公告他就是可以拿到560。所以这个公文也是让我看起来也是太火速了吧？我觉得这个，然后这个公文一签了以后，公文上面还有一个空白的，用手写的。对，就是这个1月19号凌晨临时生效。这个是我看起来最离谱的。为什么监察院去写一个似乎是？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我们今天中午才把整个调查小组的会议全部我们总共开了11次会，然后也把整个资料整理完成。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决议了。那决议里面有一个第6点的部分，我们认为说，针对这个金华城的这个案子哦。我们认为说，所有的府级层次的这些首长都必须要透过监察院再重新来审议一下这些局处首长到底有没有为师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的为师是针对案子的为师，但是针对柯文哲、针对彭正生、针对黄锦茂，你有没有为师？我觉得这个也要进行调查，而且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去做一个弹劾。另外第2点的部分，我们要求监察会重新启动这个106年的这个刚刚看到的这个监察院的公文，他要求市政府要纠正市政府，市政府一定要给这个560，到底合不合理？然后呢，所谓的是就是这个是这个字我觉得就跟准用这2个字是在法律的见解上，其实它是有一些争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调查报告也到时候会送到大会给大家来去参酌。说话刚刚讲的这一段就是好了，我跟你讲很简单，这个公文好不好？他的意思就是，其实
我们台北市政府，包括都发局这些该讲的意见，我们在好几次都已经跟这些监察院讲了，好不好？但是监察院回文以后就说，这个整体开发似乎已经完成。开发完成有没有叫似乎？当然没有、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开发完就开发完，没开发完就没开发完。你管监察院长，如果没有开发完，台北市政府就应该直接回文说，大院这个纠正文有错，他没有开发完，没有似乎开发完。你好像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我觉得你又不怎么漂亮。什么叫好像啦？似就是好像开发完。对，这是什么文？然后这个文意思就是讲说，好吧，但监察院既然来文说他好像已经整体开发完了，那为了不要让大家意见太多相左，好吧，我就勉强依照监察院，那就这样做好了，就给你560，就这个意思。对，没错。我不懂啊，开发完没开发完，这件事有什么叫做好像？然后好像就可以拿来当做392到560，各位你知道差了多少钱吗？你去回头大家算一算， 200多亿啊！对啊，你去回头大家算一算，一个似乎这一个字就差这么多。如果讲到这一份，我们就在讲纠正文监察委员刘德勋，对，也是。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刘德勋后来是财团法人，也是到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危机沈庆基的文教基金会当董事卸任了以后，而且小虎哥还有一个时间点哦，2014年的4月，威金他们的那个什么受灾户成立啊，就是自救会成立。2017年的5月。那个柯文哲他就说，哎呀，要去检讨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2017年的8月，朱雅虎就写了一封信给蔡姐。哦，对，那个变迁的，就变迁的。后来2017年那个监察院的东西又下来，然后那个监察委员下来之后，就去沈春池基金会。后来2017年那个监察院的东西又下来，然后那个监察委员下来之后，就去沈春池基金会。然后我你知道吗？我不管这中间有没有法律上面的议政什么事，各位你知道监委在古代，他叫御史大夫是吧？对对，监察御史。各位你知道你看过有多少监察御史大夫在古代哦？就是我明知道我上去觐见皇上一定砍我的头，你知道御史大夫的责任就是我的脑袋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我说什么我就是要讲，所以有多少御史大夫都是这个样。你从自古去看，有多少都是这样。不是，大家避讳一下行不行啊？对，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律上面，或是你有没有贪人家的好处，我都不管，我也不认为你有好，我都当你没有。难道可以纠正完说应该给560以后，就大辣辣到人家的基金会去当董事吗？这些事情不能避讳一下吗？你知道那官箴感觉上是什么样？我不要讲别的，不要说在座所有的名嘴，摄影大哥，哪一个人觉得监察委员做完这个样子，可以到人家相关人等的基金会去当董事？可以吗？告诉我可以吗？对，不可以。不是你没有办法理解嘛？这叫官箴不是吗？毫不避讳，还是御史大夫、监察委员呢？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难以想象。对我讲哦，我不是因为你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好处，我不管，好不好？我前提是你没有好处。但是可以这个样吗？你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旋转门条款，我也不管你们有没有旋转门条款，这不就是一个官箴应该做的事，没错吧？没有人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就直接大拉到人家基金会去当这样一些职务。你不要告诉我你那是义务职，然后你还掏钱去做公益。如果这样，我佩服你。好不好？如果是这样，我佩服你。你1毛薪水都不领，然后你还掏钱去做公益。如果是这样，我佩服你。可能吗？不可能。可能吗？不可能。对啊。可不可以大家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跟我讲这整个案子的过程，这不就是个怪吗？你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个样子？对。我这口气已经忍很久，所以小虎哥是不是应该要修法财团法人基金会跟公益信托都要管？你又来了，我趁机，我是不是置入的很好？不是，因为我从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我就一直很想讲说这件事情，难道大家不是应该在官箴上面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我讲了，我没有认为你有在中间有拿什么好处，但是我也不认为，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旋转门条款的规定，这应该是一个监察委员或任何一个官员应该有的官箴吧，应该是这样吧？对，
来说话，来占你的时间来继续。不会，你讲的真的很好，因为我看到那个似乎的事，我就真的很火大。那个事迹是完全没办法理解，完全无法理解。你知道吗？我凭良心讲，我认识一些监委在查案子的时候是认真的，就是他会真的去看有没有开发完。这件事情怎么会是一个似乎的私呢？然后这个4字，你知道这差了天差地别的一个价款，这么一瓶，如果照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家都在算这个价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哎。而且呢，我跟你说，其实很多的官员其实真的觉得很痛苦。我觉得我看从文字里面，我看到他们的痛苦。而且你知道吗？他其实在那个106年2月24号，刘德勋委员来见了请林副市长跟本局相关主管后。然后，并且是用质问的方式，你为什么不给560？这公文上面写的，他是用质问是质问林清龙跟本局的相关主管。OK， 质问，他并不是询问，他是质问说，质问重点就是本府就回复嘛，就是因为他没有整体开发，而且呢，他没有达成这个未达成以上的开发计划，说我真的不能给，他还特别一直在公文书这样子再重复写一遍，然后也重复写一遍给柯文哲看，可柯文哲这些都没有看到，他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后就盖了他的柯文哲的章，所以呢，开了章了以后，才又送进都审会，送进都审会以后，林清龙就在那边把12万楼地板面积挡掉了。OK。这整件事情，大家就会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从这些的公文，观众朋友大家也算开了眼界吧。原来公文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些状况，跟你我想象当中应该都是非常严谨的，一段下来，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的查核下来以后，你突然发现那是你我想象的世界，好不好？原来现实的世界会出现这样一个字，就决定了这么多的一些的评述。OK， 好，那最重要是损及到人民的权益。对，包括地方上那个大建货，所有这些。可是你如果真的讲，刚讲好，它整个开发的过程，包括刚那个公文，看了大概都会觉得傻眼吧？是。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在讲，包括为什么刚才慧珍会讲说，大家会去爬出说，那为什么捐款政治献金捐的这么密集，在那个时候，对，每个人都有捐的那个自由嘛，只是大家的自由非常集中在那段期间，对，会让大家觉得这样。然后包括我看到一些议员，包括像苏慧啊或什么，也去看所有这一段期间。然后那个包括民众党啦，我刚就讲，民众党的竞选总部跟穆可跟柯文哲，最起码这3段，就我刚才讲的那个授权金，后来是叫什么授权管理费用或什么，然后过去以后，各位还记得吗？后来民众党在查账，然后陈志涵就大辣说，他们查出来了，对，觉得穆可多拿了1000多万，各位，如果不是这整件事情。大家从媒体上面开始渲染，这样他会发现多了1000多万吗？他掏空靳总钱进穆可哦，然后结果后来，然后穆可呢，有450万到柯文哲那，然后柯文哲第一时间发现没有，那个是李文忠他们，就莫名其妙的塞给他的感觉，那他当下就说要捐回去，不就是这段过程，那就连他们自己查都说那一笔烂账啊。穆可能够在关闭之后还开发票，真的非常奇怪，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还有一张发票后开，先讲啦。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跟金华城的距离，大家都要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就像是柯 P 从看守所到监狱的距离，好像有点近，又好像不是那么的远啊。因为这个东西感觉起来介于有跟没有之间。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现金到底跟他有没有对价关系？这个很不好处理。因为政治现金的捐款时间是合法捐款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我反而建议检调去查一下有没有教唆捐款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准的。就是说，我想捐给任何人是我的自由，可如果是有人叫我捐给某个人，甚至他拿钱给我叫我捐给某个人，这绝对是违法的。而且这个应该要再查的还有一个。是我叫你，但是我叫你是你要拿你的钱，还是我给你钱？我会有金流先给你，你再去捐，这就更严重了，是吗？所以应该是要查这个问题，要不然政治现金讲难听点，巧门嘛。那段时间他只要合法的申报，他就是合法的，你不管有没有对价。有啊，现在黄鸿昌就告诉你说没有啊，你们大家不要再编故事了，好不好？民众党政治现金全部都合法、公开、透明，你都查得到啊。所以查一下为什么会有7个人同时间突然爱上民众党。把这个金额捐到上限最高，因为一个人的最高政治现金30万嘛，通通捐完了，对，同一个时间，同一段时间，对，通通捐给某一个3天以内吧，对，同一个政党，一群人，然后那群人好像又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国民党有没有这么热爱国民党的？有，你们就是没有这么热爱的。有，但最近很少见了。最近也被查，最近被查。但是国民党
这个事情老实讲碰到了也是一样方法处理了，这没有办法，因为这东西这是公平的。如果碰到很不合理的东西，讲句实话，剪掉就是检查，就是要查了，这也没什么好说，不分蓝绿也不分政党，所以难怪游淑慧议员会质疑嘛，你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有吸金的管道嘛？因为非常很奇怪啊。第一个财团捐款，这个我们看到都台面上的捐款，台面下有没有？包括你说沈庆金他的公关费好像好几亿嘛。目前看到的就几千万而已，但剩下的到哪去了？对，到哪去了？这个要讲清楚，有没有财团捐款？再第二个，有没有花钱买官？就是某些人之前跟柯文哲没关系，但是当了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之后，他突然捐款给民众党了。这个到底是不是有没有互相沟通的关系？这是淑慧议员质疑的第二点。再第三个就是利益往来嘛，我政治建薪捐款嘛，我30万的捐，到底是不是代表了某一些集团或者某一些人的意志来挹注给民众党？这些事情我老实讲，柯文哲现在虽然他的界限其实已经摆在非常后面了，他只要是不要贪污罪，他其实原则上都可以接受了。图利罪我老实讲了，判下去对柯文哲而言，他一定觉得没伤了，反正解释的理由非常多，政治迫害嘛，没有金流他就放人，对，然后没有金流你就算起诉，用图利起诉。未来能挥洒的空间更大，都是政治迫害嘛，对不对？没错，他的想法已经是如此了，政治迫害嘛。对，我们国民党没有啊，对，是绿营的。还有我们一起政治迫害，我们一起监督他啦，但是政治迫害是你们，这要讲清楚。但是重点是，金华城现在的确沦为北检跟柯文哲的一个较劲跟斗争场合，而决胜的关键就跟小武哥讲的一样。有没有不法的金流出现？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只要没有金流的出现，我老讲对柯文哲而言，他根本没有在怕的啦。有种官他越久越好，包括2个月到之后要不要严压他，他根本不在意，因为民众党定调早就定调出来了，都是绿营在政治追杀他。所以现在检调，我相信很急，一直在不停找他金流，因为如果找不到的话，对于柯文哲而言，我老实说，拖的时间越长，对他反而越有利。这个是必须要赶快去注意的地方。而且我也讲，柯文哲这个所谓的金华城容积840%。要尽快要把证据找出来，要不然这个840已经沦为一个笑柄了，跟沦为社会上一个梗哎，大家都840啊，对，看到这个智慧公都跟创意新宜居，我也要840容积，我也要，感觉很正常啊，我也要去弄，没有问题啊。但下面写的是景兴管委会，这个就比较惊悚一点了，哇，因为景兴对景兴大楼。他最在意的可能不是容积率啊，是他风水的问题，很有名。这个争议蛮大的。但我老实讲，景兴大楼贴出来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是在考试柯文哲，是他们真的有感觉啊。景兴大楼虽然听到很多那些可能有些民俗啊，或者一些神怪的事情，但的确他们的房子很老旧，屋况很糟，天花板掉落很多的石头，所以景兴大楼很快就变成危楼了。他们当然能够希望争取到这840容积，而且他们比金华城更需要这840的容积。因为金华城它不是危楼也不是什么老旧建物他觉得金不赚钱，生意不好，对不对？他自己想改建而已这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我应该这样讲，这个呢就符合当初他们提的台湾省那个施行细则里面的30年，但它不是5楼，好不好？很可惜，那个要30年5楼以下，那它只符合了一个30年。是，好了，我们就不管台湾省台北市用不用了，好不好？那反正人家既然都提了，我们就拿出来讲一下，好不好？但是真的需要的不是金华城。这需要不只是景兴大楼，是所有一些台北市很老旧的危楼，他们才是真的需要840的容积啊。但结果是他们拿得到吗？拿不到，拿不到。OK，如果朱亚虎他坦诚犯行的时候，那过程，刚才来宾大家也都听到，我跟观众朋友大概讲一下，因为一般观众朋友大概你不会到侦查庭，然后检方办这样一些的案子，因为一般来讲办案，如果就算你要承认这句话，检方的问法一定就是好，那你的对头是谁？你曾经给过哪几次？你给了大概多少钱？你有什么？他一定会把所有这些全部都罗列出来，然后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呢，他不会单面的问一次，他会反复的问好几次，然后确认所有的这些。好，那现在我不知道朱亚虎他坦诚的内容到底是谁，是什么这些，但那个过程当中，那李文忠是同时被申请羁押禁见，然后李文忠是否认，然后但是也一样被申请羁押禁见。这所有的过程，如果真的讲到李文忠这块，有很多人都把他形作成，你看柯文哲50年的老朋友，你除了他在那天查账说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他完全不知情以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形作的时候，都把他形作成民众党的大账房，柯文哲的，包括穆可所有那些，但是包括徐普刚一开始就跟你讲，他不是大账房，好不好？包括周瑜修，我就跟你讲说，那个人已经不是我们的党员，好不好？各位不要再把他拿来讲，包括黄鸿章口中都没有李文忠3个字，那位先生，好不好 ？OK， 就是这些人，范老师，
所以李文忠其实跟他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没有关系呢？啊，因为他被开除党籍啦，所以这些事情，然后他又很负责任告诉你，反正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跟他来讲就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是你自己讲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他怎么可能被收押呢？所以这跟他来讲就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是你自己讲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他怎么可能被收押呢？我觉得这个案子啊是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黄国昌还说这个案子好像办到焦灼状态。对他不是有他觉得民检他觉得你们一定会起诉柯文哲，对，但是他觉得你们就是已经办到，就像你刚刚讲，已经卡到那儿了，对，就是这样。对他觉得，可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五这个检调大规模的搜索，然后我们看到礼拜六这个检察官是要羁押这个朱雅虎跟李文忠，对，然后一直到昨天早上凌晨才这个说要收押进那我觉得其实我看起来就是应该是有新的这个杠上开花的情况。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李文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觉得检察官是有点刻意放长线钓大鱼了。他在8月14号他被侦讯嘛，大家还觉得那个时候不是什么7路大搜索嘛，对，去搜索木可嘛，他当时是侦讯后请回，无保请回，无保请回，他是用证人的身份哦，然后一直到9月3号，他变成被告了，是200万交保，然后再看到上礼拜五，他就又被约谈了，然后检察官要收押，就从8月14到上个礼拜五9月27号，将近有1个半月的时间，他是在外面拍照的。那我认为，如果说李文忠是柯文哲大账房又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众望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怎么可以让他在外面跑游走呢？我认为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让你看你要跟人家联络，你因为他有带那个什么电子脚镣，对，就是那个可以追踪嘛。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认为他8月14号甚至之前就已经被长期约谈了。他在这个8月14号之后到上礼拜五被收押的这段过程当中，我认为检联是正密切的在关注他的行踪，还有他到底跟谁见面，还有他有没有偷联的记录，我觉得都有，这是一点。那第一个，所以他现在的职务，他现在是以违背职务受贿哦，违背职务受贿，按照这个刑法122条是5年以上无期徒刑以下，是很重的重罪哦。那朱雅虎他也是违背职务行贿哦，所以很注意，他们两个有个重叠，都是违背职务。不是一般贪污治罪条例就贪污罪条例，贪污罪条例，它的11条，它的就是说违背职务行贿罪是1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没有违背职务的话，3年以下。所以我一直想说，那朱雅虎为什么要收押呢？刚讲过，他的刑度不高，就算违背职务，好不好？你说这个贪污罪条例第11条，他最多他1年以上嘛，如果判1年，而且里面有提到，如果说你有自白或还是可以减轻情刑的，那我们都一直觉得说，朱雅虎这么长期以来，每次被约谈都没事，应该他的罪也不重，而且他可能全盘托出了，因为他等于是沈清清的白手套，就跟李文忠两个是对口嘛。李文忠等于是柯文哲的白手套，跟李文忠是对口不然什么？因为没有人。李文忠没有承认任何事啊。对，但是为什么一起被收押？这个很巧合嘛，对。对，两个都是外面拍照。所以很多人就说，李文忠可能也交代了蛮多的，所以检察官不想声押他。其实范老师刚才有讲到，因为如果要是依照朱雅虎的罪行来看的话，其实我也不能讲不重，因为1年、7年、3年以下。那可是一般来讲的话，跟其他人比起来，感觉上没有那么重，而且他又全盘托出。对，除了任俊刚才讲说是不是要保护证人以外，其实在刑事诉讼的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性，要保证他的。因为他们那个被告之间是可以互为证人，他要保证他的证词的纯洁性。所谓的纯洁性就是你承认了，我怎么知道让你交保出去以后，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状况，下一次要开庭的时候，你全盘翻供，那我就麻烦了。虽然暗中出供是我有前面的可以用，可是你如果真的全盘，你最早第一次你也否认啊，对。然后你这次如果这样，因为还有一种是要保持你证词的纯洁性，就是我要确认你
讲的那些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出去以后你会发生什么状况。好像还有其他共犯还没出来的样子，我记对得好像是啊，他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最有可能。对，所以而且我觉得那个羁押的理由也蛮怪的，说他因为这家人在国外有家产，所以他可能逃。对啊，不是啊，你只要禁止出海就 OK 了嘛。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做汤啊？做同志做美国去啊？偷渡怎么办？对啊，偷渡啊，又不是没有人偷渡过。对啊，偷渡啊。不是，他现在既然如果我不想他如果已经全盘托出了啊，或者他获得检察官的信赖，他没有必要去逃跑嘛，没有必要嘛。我现在反而担心一个人，黄珊珊，他回来了没有？他去美国参加台美国防。今天回来了吧？还没看到他哦。吧？应该就这几天。该回来的徐小新都回来了，都只剩他还没有，其他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对，其他都。到目前为止，我们录影的时候我目前看到新闻是还没回来。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回来。黄珊回来第一个会跟你问候。范老师，我回来了，证明他的清白哈。不过刚才讲到那个刘德勋啊，其实我认识刘德勋，因为他当过这个陆委会的法政处处长啊，还当过这个副主委。因为我们以前常跟陆委会互动，他其实也是很优秀，他是小五哥的学长，政大法律系啊，所以非常优秀。可是他是念法律的人，而且当过监察委员，怎么会这样子？他应该知法，怎么会不顾忌去担任这个沈春池董事会的董事啊？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啦，因为他过去在两岸这一块，他的建树是很多的啊，这有点。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不认为他是有拿好处的什么，我也不认为说好，我也不管他有没有旋转门条款，就算没有，这是官箴的问题啊。这尤其当监委，这应该是更在乎的一件事啊。对，这总是会让人家说话吧。对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就把他辞掉吧，因为否则我是替他难过了，因为有点晚节不保了啊。那他在我们这个过去，大家都很多人很肯定他。那而且他是马英九2014年提名为监察委员，那这样子我觉得你也对不起马英九嘛，好歹他是台湾能当监委的人很少所以我觉得他就赶快辞掉，这样。那再来就刚讲到这个沈春池，当然从中白啊，他们这些未经的人这些汇款一次捐30万啊，有的是3次捐10万，有的是2次捐10万，然后2次5万就30万。其实那个金流是很好查了，为什么？就看你的存折嘛，你是转账，对，那那你的钱是说，我那看得很清楚啊。如果我每个月收入是20万，对不对？然后我有什么哪些的收入房租的收入进来，然后我去捐这个款，这个 OK 吗？不是啊，大家会觉得奇怪，就是你要捐也对，每个人都有各自捐献的政党的自由嘛。那你可能在平常捐，你会什么？大家都在那3天里面，对，然后都把那30万的扣打全部都用完，对，就总是会引起大家会问说，那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在3天里面把扣打都用完？你也许可以分好几次捐啊，或者什么？不知道啊。难道大家那个默契都这么好吗？是啊，都那一天互相就突然那一天特别爱，心有灵犀都跑去汇款了。但是最麻烦的是，如果这些人的户头里面有从微金集团或者其他地方汇进来30万。然后我再拿去捐给柯文哲，那就麻烦了。那就别人说他只是白手套嘛，他只是转手嘛。那这个就可以看出来那个来源是谁。那如果是微金集团，那就一次咬死了。或者哪些跟沈庆金有关系的人，那就变成说他们只是一个帮忙转账、帮忙捐款的人。所以他们这几个都是大概都是无保请回啦除了那个微金的法务经理法务经理交保150万对他那陈俊元嘛对，另外一个是监察人张志成是250万，其他像童仲白他们都是无保请，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依民行事或者我们受到谁的指示，我们要做捐这个款，或者要讲我就是热爱民众党要捐钱，不是那你要讲出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那个时间点嘛，你要告诉他，因为5月几号他一定会问嘛，你们为什么都默契这么好，对不对？如果你们默契这么好的话，应该互相认个干哥干弟吧，好，那那么密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般常态就可以判断嘛。我觉得法官、检察官可以判断清楚。这整个就是很多的过程都让大家觉得说，对，为什么会有一些觉得奇怪的地方？但奇怪不犯罪吧？奇怪没有犯罪，只是这些那奇怪会被累积起来以后，第一个大家的质疑性一定高，第二个。那是不是真的会找到？好，我还是讲贪污治罪条例有2项，一个叫土利，一个叫做收贿行贿，那个就是大家所讲有没有金流的那一部分这些。好，将军，现在看起来有人一直，刚才博弈也讲，你不要讲大家讲了这么多，就算你觉得怪，那个似乎的一个私字，然后就可以直接这样不管你，然后刚才过程讲的这些，但你只要找不到金流，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多待1天，
票搞不好就多一点。当然，尤其是到圣火今天有媒体讲说他会不会再延压2个月？如果算再延压2个月的话，大概就要到赚翻哦，是哦，但算延压大概要到1月左右。就我不要讲多，光延压检方压力都很大了吧？要不要延压2个月？那个时候，如果照媒体讲说他会不会再延压2个月？可是刚才博弈已经讲了，你只要不是有一刀毙命的金流，你凭什么这样讲？现在民众党似乎那个线也已经画下去了，就是这个样子。先补充你的抱歉，就你有看到柯文哲的新闻，说他不止头发变黑了，还变胖了，越住越好，对，这个逻辑非常奇怪啊。所以对柯文哲而言，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在看守所里面待着？我觉得现在是打上很大的，就是他现在是真的司法案件侦办，还是在做政治黑牢的感觉？对，完全对，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天壤之别啊！我讲哦，头发白了要黑回来超难的，真的超难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头发变白以后，你要什么样的过程让它变黑？我曾经试过啊，很难啊。我就只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染的。可能我们那个台北看守所的食品里面有何首乌，何首乌，我吃的不错，真的还有木耳，头发白了要黑回来很难，除非你外面你是挑染白色，回去挑染没了变黑了。那我柯文哲不会无聊到把头发挑染白，看起来比较成熟吧？不会。所以我说柯文哲在里面这个看守所的心态，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的想法就是你们完了，多压我1天，你们就完蛋。他对自己的信任是那种已经到了溢出来的程度了。他觉得我真的是被黑的，那他真的是有这么自信，还是他做的非常完美？我们不知道。那可是现在在外面压人压到7个了吧？为了金华城案子羁押已经到7个人喽。检方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怎么会越压越多啊？那个压的要国赔的，万一这7个最后都没罪，是不是要国赔啊？所以他压下去，表示检方慢慢抓到一些证据，尤其是从图利进入有金流，我觉得警方找到了一些案子。你说之前找这个彭正生副市长这些，可能就是朝图利在走了，可是现在开始进入金华城的深水区，金华城累计大概相关的人也压了3个人了，也压了3个人了。这3个人都是跟金流有关的。沈庆金不能说，为什么？他是老板。你不要说沈庆金不能说，今天还有一篇报道，沈庆金吹口哨的啊，对，那是这个心态又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我最起码我就当吹哨者，我是吹哨者，因为我办过案子，当事人没有吹过口哨的，他们当夏令营在进去里面，我要告诉你，感觉男生吹口哨。只有在2种情况之下，第一个忍了很久解放就轻松；第二个呢，你有什么事情压在心头上，终于找到解套的方式了，轻松，那会不自主的吹个口哨，舒服开心。那么沈庆金是为了什么事情可以放松开心呢？我不能讲的事情，有人帮我讲出来了。朱雅虎说了。朱雅虎帮他说了，干脆他自己说。不行，帮他说以后我的徒子徒孙怎么混呢？对，他呀。朱雅虎说出来，你看这个军人不能吃苦，就是爱钱，他说出来了，那不是我说的。那检察官他说，你没有啊？朱雅虎都说了，我能讲什么？对啊，就这样吧。他可以被动的、顺从的讲出来，他不要说是我沈老大，我沈庆金守不住了，吃不了苦，说出来了，是他说了。所以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而轻松了？我们不晓得。那另外我讲朱雅虎朱雅虎是吃不了苦的人吗？我不认为。他96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在北干岛，他在北定岛。他在北定岛。所以你们都写遗书，然后都看到送尸袋那些。而且他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他在北定岛是占了少将缺的上校副师长。那个就是整个岛最后抓了他最后一个，他决定的手段要不要放而已。他的压力比我大的。对，共存亡，他的压力更大。他96台海危机在北定岛，他守下来了，所以他才会副师长升少将，那叫破格了。以前我们在军中，你是正职，你是师长一定升，你是副职干部，即使你占了少将、副师长缺，不见得升哦。很多人守到退伍前1天没有升，他升了，所以说长官是信任他的。那你说他会顶不住压力？不会，但是他顶不住一件事情他跟很多人讲，你本来跟着郝龙斌，因为他帮郝龙斌辅选。那郝龙斌是郝柏村的儿子嘛，展现忠诚，帮郝龙斌辅选，郝龙斌选上了市长，他是台北市第1任的兵役局局长，第1任等于说为他设了一个兵役局，干了8年之后，他交给别人做兵役局就没了。所以你知道郝龙斌对他有多么样的
重视，你知道，他变兵役处了吧？他变兵役还在嘛？处变成局了，对，处变局，对，所以你看几乎是一级单位了，对，一级单位，等于说是当时他第一任的兵役局长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也做的风生水起嘛。那可是为什么在离开郝龙斌之后，他会投向沈庆京？他自己说的，为了钱。为了钱，所以沈庆京有没有亏待朱雅虎？我跟你保证，绝对没有。我也是少将退伍，他也是少将退伍，我们两个在军中服役前差不多。海外资产我没那个本事，我的儿女都到国外去念书，我也没那个本事。军人没有赚那么多，那他在这段时间累积大量的财富，是郝龙斌8年兵役局长给他的吗？也不可能。我觉得是沈庆京。是沈庆京在这段时间累积大量的财富给他，而且朱雅虎这些财富呢，我跟各位保证，即使他被起诉了也不会追回，那是薪资，那不是汇款。所以朱雅虎吐出这些事情来，对他本身的利益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而且朱雅虎这些财富呢，我跟各位保证，即使他被起诉了也不会追回，那是薪资，那不是汇款。所以朱雅虎吐出这些事情来，对他本身的利益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我在国外的资产，那不是汇款；我在国外的存款，我在国外我的太太孩子在国外生活，那些钱都不是汇款，那是老板给我的工资，所以他不会有任何利益的失去。那最好的方就是，我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老板解套，帮自己解套。沈庆京不能讲的话，我来说；沈庆京不好说的话，我来说。那我说完之后，我讲嘛，1年多到7年多，中间打个折，说不定缓刑就结束了。他的一切利益不会损失，沈庆京也不会因为说，你看你吃不了苦，你就全部吐出来了。朱雅虎讲的，所以我说这就是什么？这表示他就是背着一个帮老板扛很多事，而且又能帮老板解套，所以沈庆京心中的吹口哨啊，终于有人愿意讲了。大家不要认为说朱雅虎这个认罪。或是这个都承认行贿，这很不容易耶，不容易耶。那以后出来在社会上怎么混呢？是你守不住，你讲出来的。可是呢，他有更高层的利益等着他。他这一讲，他比我大17岁他今年74岁了。他如果这个事情解套了，他到国外去跟老婆孩子可以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反正没有认识我啊。可是如果他今天硬守下去，他不见得有好下场。那另外说为什么要羁押哈？其实。这个写得很清楚哦，法院酌衡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跟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利益以及防御权受限制的程度，对于两人，较其他轻微的处分不足以担保本案后续的侦查与顺利的进行，确有逼押之纪要。所以说他羁押他是为了保密，还是为了他保命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去考量。因为我讲出来，我背着这么大的压力，我讲出来了，万一出去被人家给怎么样了，那不是断线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来是保密，二来是保他的命，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你必须要保住他。所以我才讲这一次的事情出来之后，那至于李文忠呢？李文忠他拒绝的有道理啊。我是帮民众党，我是帮柯文哲收账，我不是收贿。各位不觉得收账跟收贿不一样？没有。是老板告诉我要收这笔钱，这笔钱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这笔钱是人家告诉我，明天会有好几个30万进来，我是账房，我就收就是了嘛，我就登记就是了嘛，我就开给你收据就是了嘛。那至于这个钱是为什么会进来，我怎么知道它是汇款？可是显然李文忠是全盘否认型的。对，他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们一切都是眼睛业障重，所以你们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都不对。不过他有收是事实，因为有登录嘛。那30万有登录，那个不是啊，那个是民众党的，对，也不用经过李文忠啊。对，所以说他没有否认说民众党有进钱嘛，可是他没有说那是汇款嘛，我没有收汇嘛，我有登账嘛。我每笔账我都很负责任说，我都有盖章，我都有看。可是至于这个钱是什么钱，是白钱、黑钱、红钱还是汇钱，我不知道。所以李文忠的否认并不代表帮柯文哲脱罪哦，因为他可能可以全部说，老板告诉我有一批钱要进来，我就照实登录。至于这个钱怎么来的，你问我老板，你问我市长，你问我主席。所以柯文哲的头发会不会又白回去啊？我觉得现在他真正开始紧张的时间开始了。那说话不错，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其实李文忠当时的身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还是柯文哲办公室主任哦。因为其实蔡壁如是109年的2月1号，后来他去当，他就离开了，去当了部分区立委，所以2月1号的时候他离开了。
应晓辉的陈情的便当会是3月10号才开始，他那时候就办公室主任，对他就是办公室主任，所以从金华城的案子从109年到他后来是在112年的1月7号才去北捷当董事长。这段时间都在处理金华城的案子啊，而且金华城火速通过就在这2年啊，那2年他还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所以他是有这个身份，再加上他有另外民众党的这个财务长的身份，所以呢，我觉得朱雅虎的认知是说，我认为我有行贿你。我有认为我行贿嘛，他有坦诚犯行嘛，我有认为有行贿，但是呢，可能他的身份一下子又是办公室主任，一下子他有民众党的一些身份，所以他钱是进民众党，在这段时间是进民众党，所以呢，当然李文忠会认为说我没有啊。那是钱是进民众党这件事情，我还是回到原点，还是要跟大家再呼吁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静待司法调查。那我们只是把所有的一些公文资料呈现让大家了解，我们并没有说他一定有犯行，但是呢，显然已经有人承认有行贿嘛。OK， 对吧？我刚刚为什么讲说那个检方基本上在金流的部分它其实勾勒差不多。就我举这个例子好了，因为这里面是提到陈文忠嘛陈文忠他捐赠了民众党。30万，用他捐赠的方式嘛那我讲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民众党在当时的账，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那个怎么会？大家质疑说怎么会这么大量都是用现金呢？你还记得民众党那时候柯文哲怎么说的？那个一眼看就知道了嘛，那就是写错了，对，错了。现在看起来是写错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他简单的说一句，你们就看嘛，咱还有想唔对啊？看起来可能不是真的写错我们做政治现金的时候就我要去捐款的时候，其实我不需要写我的工作是什么啦，我就基本上转账或者是我就给了，就不需要写工作。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刚刚为什么这个提到你谁捐了多少钱，谁捐了多少钱，而这些谁的背后，因为他是什么公司的人？那我问第一个问题嘛。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检方已经把所有大笔的金流的人全部找来问过了？可能不是只有台面上面你看得到的说，我就约谈几个没有因为最少你这几个捐30万的，检方要怎么知道你背后的工作是什么？他第一个要不要找他？第二个有没有可能是指使的这一个人，他其实就说好吧，我就是透过了这个于将军，我就透过了慧珍。就这几个人，其实那30万就是我给的，因为他很特别的是，但这个侦办到现在为止，现在告诉你的是，对这些捐大笔的钱，他们背后的人是谁？通常我们政治现金不用去写这个啦。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变成就是说，当这些通通都进来的时候，而且他更特别的是，这里面，因为他不是捐给柯文哲个人。而是他捐给了政党。现在问题回来的是，如果他捐给了政党，后来的这些钱的流向去了哪里？因为如果他捐给政党，老实讲我真的必须说如果他今天真的捐给了政党，你说他真正的问题会到哪里去？我老实讲你没有办法讲说他图利柯文哲个人因为我这个30万我就是给了政党嘛，除非是后来又发现到说这一笔的钱从民众党的这一些政治现金里面，他又移转到了特定人的身上去，那一块他的因为以前选举的时候就有这种状况比如说我的规定是我只能给于将军比如说我公司最多给他就是100万，那有些就是可是我可以给政党300万啦，那以前曾经有过的状态就是说，好吧，那我就捐给这个政党，然后我指定说，请你政党给他 ，OK， 然后这个政党就用我收到的钱，改用政党的名义转给他，所以他当然会跟民众党现在党部的整个的钱会全部扯在一起嘛。不过今天的时间算一下，慧珍，陈佩琪今天退休，对，所以在未来民众党里面，大家讲御三家，包括黄国昌，包括蔡壁如，包括黄珊珊，如果陈佩琪又退休，未来民众党，那柯文哲主席如果要出来以后，当然带领那民众党，可是大家那时候一直在讲说谁会做第2把交椅，谁能够实际带领民众党，一直都觉得是黄国昌。陈佩琪呢？陈佩琪接下来呢？我觉得谁能做第2把交椅，关键在于检调下一个会把谁也审牙，搞不好，对不对？是这样讲没错吧？就是说，那时候李文娟被在约谈的时候，这个木可公司的发了一个声明然后说我们即日起就是结束也对。
那我们就想说奇怪啊，当初丁红 Cookie 被约谈啊，你还有人本事出声明，代表什么？后面有人啊，有人拿印章案，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众望基金会，那时候我不是踢爆众望吗？就后来他们又出了一个声明，然后就说啊，这个众望这个事实上是我错误解读我到现在还记得，对。然后那个又一个盖章，那我不是问吗？奇怪，那你那个李文忠，他明明是电子脚镣，也不是，那请问那是谁盖章？我现在就等着看，李文忠也被关了，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对。现在如果比如说众望又有声明要出，或者是什么哪一个新故乡有声明出，那如果还有办法出声明，还有人盖章，代表什么意思？还有管事的人没被抓嘛？那还有管事没被抓，就代表着这一些有可能跟串供的那一些人，搁底的瓦靠还在没有浮出台面嘛？那我们就大胆假设，现在大家知道跟案情有关系、跟钱有关系，知道整件事情的，还在外面跑照着谁？不是就黄珊珊、陈佩琪吗？那我其实认为陈佩琪这个账本有算好几个，就是出资方，我们现在叫出资方，就微金出来的嘛。其实我一直认为，微金到现在，微金的大账方还没被抓到。因为像朱雅虎这种人，他叫走路的，他是负责去打点的，但他不是出账的人，一定有一个出账的人还没有被抓到。因为那个沈庆金他知道钱要怎么弄，可是真的要进行杠杆财务操作超大了，一定有一个大账房在。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个财务长什么黄淑文，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会知道所有资金。你要知道，朱雅虎的鼎悦公司除了那个他是还弄5亿给那个沈庆金，那沈庆金把这5亿给谁？朱雅虎会知道吗？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会哦。但是谁会知道？大账房一定知道。所以这个案子里面还有一个大账房在外面还没有被抓到。你要知道金钱的流向，那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给抓到。第二个，李文忠这个绝对是科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账房，这毫无疑问。那现在就看是证据走到那里，让李文忠给嘴被压嘴，没有办法在那个。那至于刚刚那个小五哥问到说整件事情，我认为现在其实黄国昌切得很干净啊，这是所有人里面最。这个对整个案件涉案可能性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就黄国昌。对他切割到连李文忠3个字他都讲不出口。他现在变成那个人那一位先生。对，你看他是切割到这个地步，那为什么要把它切成这么干净？因为这代表到时候整个党一个一个被抓进之后，我是幸存者，也只剩下我一个香脉在这边可以这样传承下去。所以我真的认为到底谁能到最后能这个继续接掌，我看应该只剩黄国昌。慧珍讲这个朱有虎的角色就是猪油仔啊。对。我们看那个雷诺传，香港雷诺传有没有？那个帮忙那个送给警察那个红包的，他专门在发钱的人，他每次都带个包包啊，发钱放个纸袋里给你，那叫猪油仔啊。他是白手套，所以慧珍意思说，还是另外有人在帮雷诺做账的那个人，对，没有出现，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背后还有一个钟亚林，那个人可能掌握的是真正的金流。背后还有一个钟亚林，那个人可能掌握的是真正的金流。对，不过当朱雅虎跟李文忠被抓到今天，朱雅虎如果照媒体上裁定书里面所讲的话，所谓的坦诚犯行，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整个案子真的会出现有金流的一些的破口吗？大家会关心的当然是这一块。但是最近在国内有一则新闻，因为将军在场，前几天有一则新闻说。因为将军要晋升将军要由总统嘛，对，然后总统对，然后说这一批将军在晋升的过程是不是没有起立？然后媒体的报道用词很重，然后讲说好像赖总统很生气啊，什么讲了这一些词。那你晋升过将军，这边只有你晋升过将军，那个过程，可是我很难想象，你说如果照了媒体报道，那赖清德总统有没有不悦？如果照那个媒体报道看起来似乎是有。但是没有道理，为了这件事情要去摔资料或什么吧？我还原一下将军晋升的那个场景哈，你认为是大家都坐在那边发呆，然后喝茶聊天，然后总统进来后大家起立？不是，我告诉你，总统进来之前，总长先来预演一遍，一定演练过嘛，对不对？部长来预演一遍，然后呢，我们原地，不要你以为升少将很大，升中将很大，原地稍息，在那边等。
旁边都是人呐，都是眷属，每个人都把那一身最标准的姿势站出来，站得跟真的一样。等到总统真的进场的时候，对不对？他会奏那个从容乐，对，奏完从容乐之后，我们一听到从容乐就立刻立正，根本不用喊口令啊，就自动立正。那你说那是茶会比较轻松，我要告诉大家哦，不管你是1颗星、2颗星、3颗星或参谋总长，看到三军统帅，毕恭毕敬，毕恭毕敬。我相信。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从小官开始，我从小中尉开始，我看到我们那个校长是中将，当时李登辉刚当总统，各位你知道李登辉跟蒋经国那个 level 差很大，你知道吗？蒋经国是大概准备进学校校门之前，那个校长就已经3天吃不下饭了。李登辉是第一任非蒋家的总统。OK，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校长对李登辉的恭敬程度不会亚于蒋经国。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的官图在他手上。当然，每一个将军都是总统批的哦。你不要以为说是国防部经过人民会呈上去，是俞北辰就俞北辰，是康仁俊就康仁俊，没有总统可以改。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在很不容易可以见总统一面嘛，见了总统以后要把我最好的一面让总统记得，所以怎么可能会不起立？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啊，我告诉大家，军中讲有没有战力哈？除了新的枪、新的炮、新的战车之外，好的训练之外，还有一个叫3信心。什么叫3信心？信仰长官，信任部属，信任自己。如果这3信心全部被切成3半，这个部队不要打仗。我在怀疑长官，你这个长官你会善待我吗？对不对？那我们军人最大长官是谁？三军统帅嘛。OK， 你让所有的军人对三军统帅产生怀疑，这个统帅不是一个会爱护我们士兵还有军官的人，他连对将军都这样，那对我们士兵会怎么样？我不相信长官。然后这些这个将官呢，你们这些将官没出息，看到总统以后被总统骂，屁都不敢放一个，这还得了？小兵看不起将军，会引起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是要削弱包括对总统、三军统帅的这种信任跟威严感，包括要把将军打破3信心，把将军讲成为了求官没胆子去做任何的建议，到了战场上你有什么本事？这要打破3信心呢？这些是谁最常在做？中国的统战单位，他一直想尽了办法要破坏你长官跟部属之间的信任。好，那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博弈，媒体上是怎么报道这件事的？我们先讲了赖清德据媒体报道有没有震怒不敢说，但是感觉不舒服好像是有，因为到目前总统府都没有。我们先讲一件事，那个将军有没有起立？没有啊，没有起立，对不对？没有。这个我们先把事实先看。所以照媒体的报道，将军是不是没有起立？没有起立，对。因为照于将军刚讲，你照我们大家当过兵的人都会知道，你很难想象三军统帅来，大家不起立，一定会起立。但问题起立，他说是，这是有人讲没错，是有人讲对。所以赖清德这个事件，我可以从3个方向来讨论3个点。第一个就是总统府的哪一位人士跟将领说，今天是轻松的参会，请大家放轻松，不要拘谨。等总统抵达后，大家在原位鼓掌欢迎问好就可以了。有人讲这个话，那这个东西讲出来之后，我想问一下，这是这个人这位员工他自行决定揣摩上意讲这个话，还是上面有人交代他来讲这个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啊。因为我们先把一件事情，我刚刚为什么要先还原？因为打官司就是这样，先把事实还原。那些将军有没有起立？如果照所有的媒体，包括国防部发的那个声明，并没有说将军有起立，所以将军没有起立。对，于将军刚讲的，跟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绝对不可能有三军统帅来，不要讲说将军起立啦，就连我们那时候当尉官或是营区的兵，如果三军统帅来，大概都会起立，连眷属都会起立，大概都会。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对，但是那天将军们就是没有起立，一个将军都没起立。对。所以问题到底，我觉得刚刚这个博弈讲说有一位有一位员工人士啊，有人士，他如果提出这个看法，我认为当场的众将军们一定会说这样可能不妥哦，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个自私反应，你知道吗？这军人做了几十年，三军统帅者，你叫我坐着，如果用屁股上把你连个强力胶，他就会站起来，把椅子拉起来。但是显然结果就是没有嘛，对嘛？我还原一下哈，这种重大的总统参会，在总统莅临之前。至少预演2到3遍，对，就是我是司仪，
等一下总统进来的时候哈，大家坐在原地鼓掌，不要起立。对，所以讲的重点就一定有人讲，一定有人讲，而且他们不用起立，而且确实是为什么有预言？那为什么结果后来我觉得赖总统也背了黑锅？对，然后那个将军我现在不知道，对，更闷。那到底是谁去讲的这个东西？在场有一个人叫顾立雄。因为顾立雄当时被问到的时候，顾立雄的说法说可能沟通上有些误会。就是顾立雄他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就是当他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是赖清德在当下是有问顾立雄，所以府方没有否认，但是他提到是说他有谈到一些礼节上面的问题。可是当顾立雄当场会讲说可能沟通上有些误会的时候，代表的是有人传达了这个讯息是没有错的。好，所以结论如果照刚刚那样堆积出来，第一个。赖总统如果照媒体刚刚讲写的真的有点过头的那一段，什么还有没有摔资料或什么？我觉得赖总统他是不是背了黑锅？他觉得三军统帅来大家都会力争，大家想象也是这样合理。将军更无辜，我觉得那些将军他们一定是听命行事的，没错嘛。结果后来变成赖总统还要问其中的将军说，那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讲？对不对？媒体这样，所以这将军很无辜。那到底是谁去传了那些？就跳出来扛一下。我还要回应一件事，没人扛啊，就没人扛啊，不是我还要回应一件事，将军自己吞掉。我办过总统的活动，在陆军官校，总统来要帮每一个学生代表授接。我告诉大家，我会请总统的随扈先来，你不可能叫总统来走位嘛？对，随扈你站这边，等下你要跟总统报告，等下就站这里，然后从左肩还是右肩开始做。做完以后哈，随扈传达完以后，我还会到贵宾室去，我亲自去跟总统报告总统。我在贵宾室画了一个讲台上的还原位置，总统等下你站这边，毕业生会过来，我拿给你看怎么拿怎么授，这都会这样讲的。参会也一样，是参会就说等一下总统你进场到什么位置，他们会有什么反应，都要跟总统讲。如果今天没有讲，那国防部的这一个人出了问题，不是这一定嘛？我主持过很多的一些的场合里面，是总统莅临的时候，一定是总统莅临，每一个主持人都知道，总统莅临的时候一定会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大家起立鼓掌，一定会这样嘛？连民间都这样。你告诉我将军的那个制式的反应，就像您刚刚讲的，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就，所以最大问题是总统府旁边有人有问题，代表他可能假传圣旨，对，连赖清德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他才会说，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都会起立啊，对嘛，我们也是嘛，大家我当总统全部坐在这里。OK， 好，这件事情找到真相，就是到底是谁？一定将军不可能做那种无理的举动，总统也不可能无故的，然后讲说怎么会这样，对，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说不要让这些人背黑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这个小事情，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要搞成这样子呢？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好传达的，但是也不要一句话沟通。这是有阶段的，记不记得之前讲到那个卫福部长跟那个环保署长，他就要营造一个赖清德爱骂人到这次三军统帅再来一次。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不难怀疑到是有一个要破坏这个总统三军统帅。跟他各级一级主管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对这个有内奸，这绝对跟国民党无关。而且这个消息会没有人说跟你有关，我每次带风向，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会发生出来，我相信应该是有些将领不满意所以才会跟某一些人，因为听说是很多个不同的媒体都去问了里面不同的将军，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而这个事情最后，我觉得最让他们不满的是什么？是国防部最后的态度。国防部最后出来说什么？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啊，夸大了。但问题是，结果就是将军他们自己要吞进去啊。你讲夸大这两个字，在媒体上，夸大就表示有这，就是被媒体写大了。那一定有一些过程，所以我想透过这样一些的还原嘛，不要让大家背锅。来，慧珍姐简单回应一下。但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以前在蔡总统的任内，也许蔡总统是比较亲民的人，所以他可能以前就这样子，然后大家觉得 OK， 因为就是蔡总统的形象就是这样。那可能以前是蔡规。赖不随，就是第一次来，然后赖就心想说，你在等个弄谁，要不搞开，那可能中间就是有沟通不清楚，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跟上次的那个就是100年了，就黄埔军校那个一样，就有人不懂规矩。然后在那边乱弄。然后那一次黄埔军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点名很清楚嘛。那有一个女官员也是搞不清楚状况。就那次事件，确实后来根据联合报报道，有将军觉得很不舒服。就那
件事件确实后来根据联合报报道，有将军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让你们自己总统府的一个女生就站在那边？那个台子是每一个都是战功彪炳的人才可以站在那边的。那我是不知道说是不是有那一次的事件之后，那这一次可能只是单纯的有人传递错误，那以前一次、第二次，所以才会有这么样大的反应。可是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因为你这样的反应出来之后，势必会像刚将军所讲的，影响到尤其总统的形象。来简单回应攻击。我简单回应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大家都很担心那个府内的那个职员的问题啦。那事实上，他其实就是被灭口了。没有，不是被灭口，而是说应该这样讲，因为事实上总统也讲说会后查叙这件事情，查叙大家轻松是有讲，但是呢。那个礼貌性要起来敬礼的部分，那是本来就应该的。可是他想说，可能就是大家轻松就好。然后他传达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以后，大家就以为就不用站起来了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插曲啦。但是我觉得后面被解读说，是不是要那个所谓的立威啊或干嘛？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夸张了一点点。但是我认为说，其实现在府方也在讲说，其实以后这种规矩还是照流程来进行就好，不用去特别去强调说，轻松对。不是你只要当过兵的人都相信将军刚所讲的那一段，对，没错。你只要看到三军统帅，大概还没到门口，就所有人大概都站在那个地方，对，这很自是啦。OK， 那为什么这件事？但这件事情会不会延烧出刚刚讲到的甚或对三军统帅的形象的所有这些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是要正视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当然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大家算是整体战力的一环吧，它应该是包括在整体战力。但如果真的讲到战力的话，你如果看现在中东，任俊，请问一下，什么炸弹会炸成这个样？我今天一直在看这个图，这就是真主党的那个领袖后来被炸死，媒体上报道，他一个世代全歼。以色列把这边整个，因为他们是在地下碉堡，是，所以他那个弹整是咚咚咚咚一路这样下去，把它整个炸成这个样。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有人用天坑来形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比例尺嘛，所以比例尺的意思这边有人嘛，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洞其实非常非常深的那据传说，这个以色列基本上是用这个所谓的 MK84的这个炸弹那 MK84 它基本上是一个2000磅的一个炸弹可是它比较大的差别是刚刚这个五哥所说的因为这一次据传说他轰炸的这个所谓的他们集会的场合是在一个地下坑道里面，其实它就一个地下碉堡。那我看媒体的综合报道是讲说，它那个地下碉堡大概是在它这个位于地下深20公尺左右的这样一个20公尺。但是这一个2000磅的这个 MK84打下去之后，打了34公尺深。所以他那个真主党的领袖被发现的时候，是说他身上没有外伤。那有可能是因为爆炸的震波把他给这个导致就是他可能5脏6腑。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当然凸显出来以色列在这一次里面看起来他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就是小孩才做选择我要就是全部都拿就全部都杀这样子，因为他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针对不管是针对这些这个真主党的领袖，然后用这种轰炸的方式。他连现在传出来讲说，他对于这些的所谓的攻击跟轰炸的时候，美国都是等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才知道。那我觉得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也甚至希望以巴是能够和谈的，就是说不要就是希望他们就以色列跟这个所谓黎巴嫩之间是可以有一个和谈的契机。但是现在看起来，以色列并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于现在各国来讲，就是说以色列它到底会打到什么程度？尤其他在这段时间轰炸的，其实已经不只是说，这个所谓的真主党的这一些领袖跟首脑的状态，他现在攻击的是包含到所谓的电力厂的民生基础设施，也包含到他去攻击的是你在这个所谓的十字路口人来人往的阶段。那人来人往那边，那代表是他可能已经不是像我们原先讲那个 BB 扣的时候，是说他锁定了你记得最早第一个新闻说。拿 BB 扣爆炸的时候，锁定的都是真主党的人，但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在这一段时间所做出来的，我觉得后面要看美国的状况。也就是美国虽然前面希望能够和谈，但他现在放出一个讯息说，没有，我是等到飞机起来，还传说美国的国防部非常生气，说你怎么会起飞之后才告诉我？因为
有拍到他们那个 F-15战机哦飞上去的时候，是挂载了所有的这个炸弹6枚，全部都挂在那个机腹跟机翼下。但返航的时候也给你拍，是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说，短短在几分钟之内，最少80枚的那个炸弹全部都炸在同一个地方。而且现在传出来是说，它那个精准轰炸的程度像什么？你知道？大家有看过那个《Top Gun》第2集吧？Top Gun 第2集那个难度在哪里？不是在它躲避敌机啊。它那最难的是第一架飞机飞过去的时候，要先把那个炸弹先投掷到它那个洞口，然后第二个难的是什么？是它洞口炸开之后，你要再把那个弹投到那个洞口里面。据说这一次用的是这个方式啊，现在据说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你地底下嘛，因为搬砖地弹来讲，你能够炸到这么大的一个坑，所以它看起来应该是2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回来看啦，当以色列现在展现这个方式，而且以色列说什么？以色列说，真主党的领袖的死亡并不能够代表战争会因此而结束，所以继续。那代表他后面会不会再继续呢？好，所以我觉得后面就要看美国在这一次里面到底是不是跟他唱双簧。说其实我是支持你去打的，但我总要装一下嘛。好，我很生气，你怎么会起飞之后才告诉我？还是美国在之前也已经掌握了以色列的态度，就是要绝对的这个报复到底。所以将军从这个来看的话，最起码证明从当初的 BB 扣再到这件事，以色列对情报跟渗透做得非常彻底，要不然他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甚或不只是他们的那个领袖，包括所有相关的一些高阶的，全部都在那个时候到那个地下碉堡去开会，在抓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一次解决。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战法跟这个不管是黎巴嫩还是真主党或者这些组织的战法完全不一样。他的战法叫做精准攻击，他不像我一次来500枚火箭，看你拦得住几枚，拦不住我就打到你。他不是，他就那么1-2枚，而且每一个这个炸弹都是精准进入该去的地方，所以才会炸那么大的洞嘛。那一定是2次的啦，一次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你说美国的态度呢？美国的态度不可能不挺以色列啦。我直接告诉大家，美国的态度不可能不挺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是美国铁打的兄弟。再到这件事，以色列对情报跟渗透做得非常彻底，要不然他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甚或不只是他们的那个领袖，包括所有相关的一些高阶的，全部都在那个时候到那个地下碉堡去开会，在抓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一次解决。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战法跟这个不管是黎巴嫩还是真主党或者这些组织的战法完全不一样。他的战法叫做精准攻击。他不像我一次来500枚火箭，看你拦得住几枚，拦不住我就打到你。他不是，他就那么1-2枚，而且每一个这个炸弹都是精准进入该去的地方，所以才会炸那么大的洞嘛。那一定是2次的啦，一次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你说美国的态度呢？美国的态度不可能不挺以色列啦。我直接告诉大家，美国的态度不可能不挺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是美国铁打的兄弟。如果美国在中东不挺他，这美国在中东不要混。美国举杀完以后，拜登跟贺锦丽好像都发了类似说以色列这个大概词是有点类似正义之行啊，类似像这样一些词。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这是 OK 的。他只会讲说这样子还是希望大家和平啊，但是呢绝对不会去责怪以色列，因为第一个以色列够厉害。美国要跟以色列当朋友，还是要跟以色列为敌？那没有必要跟他为敌嘛，他太厉害了。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个林肯号跟杜鲁门号2艘航母，在今年的夏天第2次，在中东的海域，在做什么？你认为他是要控制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以色列的后盾，这是必须的。另外就是，其实美国它不断的在研究新的战法。他这一次这个女武神的这种无人机，大家说女武神无人机有什么了不起？它叫做中程僚机的概念。就是以前我一架飞机飞上去，我要2架僚机，现在不用了，叫你中队长很大，可是你就1个人。因为其他你指挥都是没人的。就像女武神这种，那指挥无人机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不用考虑人道的问题。我要指挥我的队友去哪里？哎呦，糟糕，万一阵亡了，我不好交代。你指挥这种无人机不需要。只要完成任务，这个任务远远高过人命，因为这没有人命嘛，他只要指挥就好。所以这一款
女武神无人机这次测试成功哈，尤其它是用 Link 16把它串起来 ，Link 16跟北约还有跟我们现在用的几乎就是同一套。这个就是电影《激战未来》那里。对，几乎是一模一样。是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变成真的了。对，就是这样子演。那另外我讲哈，我们讲了很久，台湾的军备买了这么多，怎么都没到了啊！这次到了什么？鱼叉飞弹。这个鱼叉飞弹，我们所受到这批鱼叉飞弹比美国现役的还要好。我们这个是最新式的鱼叉飞弹，大家可以看到哈，它的程式里面多了一个 U 字，这个 U 就是最新的，最新式的。那这个鱼叉飞弹大家讲说已经服役40几年了，但是它不断的提升它的程式，它不是说一行做到底，跟45年前不一样，逐步的提升。那目前这400枚飞弹，我们台湾算是鱼叉飞弹的大满贯。我们有油岸打舰，空中打舰，油舰打舰，所以我们三款大满贯全有了。那么这一款鱼叉飞弹，它是亚音速，当然为什么亚音速？因为它切海飞行。切海飞行如果是超音速，那不太容易，所以是亚音速。它对于整体的战力非常的高，32套400枚目前已经到了。但是我要告诉他，更让大家振奋的一点，这些所有鱼叉飞弹的操作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完成训练，所以是我们人员完成训练在等装备，而不是等到装备来再训练。所以说到达之后，立即的战力就生成。OK， 范老师1分钟可不可以告诉我，石破茂接下来会接日向？未来跟台湾的关系呢？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呢？对，很多人说这个石破茂他是这个所谓的亲中派，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因为石破茂他是1986年当选州议员，我必须要讲，那个时候1978年中日关系是最好的时候嘛，因为改革开放，当时日本的企业大举的进入中国吧，所以那个时候的国会议员都是亲中派了。OK，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因为特别是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他这个倒行逆施，加上中日关系走向非常恶劣。我们看前一阵子这个深圳的日侨学校的小孩被杀，而且是在9月18号918事件。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日本对最新民调80%的人是厌恶中国，80%的受访者是喜欢台湾，所以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石破茂他应该算是一个知中派。因为我们知道他很早就跟中国有互动，但是不要说他是亲中派，而且他后来上青台嘛，他这次要竞选这个自民党总裁，还是在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里面宣布的。OK， 所以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跟高市早苗相比，我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石破茂他是有经验的？他起码知道中国那那个高市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右派反中的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比较缺乏外交经验。那再来就是这个小泉进次郎 ，OK， 他是这辈子没有去过中国的，他对中国可能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认为石破茂相对来讲，中国是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也看到中国有没有特别的感到欣喜？为什么？他知道结构的问题很难解决。那我觉得，如果中日关系没有爆冲，而且维持稳定，对我们台湾也是有利的。接下来看的话，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好吧？尤其在中东那个地方，未来战火到底会是怎么样？全球都在关注当中。对国内来讲的话，柯文哲主席的这个案子，当看到周亚虎包括李文忠两个人收押以后，未来还会有什么样一些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明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